今天一大早啊，我们在三亚租了一台敞篷跑车，然后决定去三亚市南山文化旅游区，也就是这个南山市还愿。新宝啊是第一次坐敞篷跑车，还是很激动的。海南全省的高速啊都是完全免费的，路况也非常好。进隧道后有压线拍照。三亚呀，不光有海，还有山，真是一个好地方啊！我的天哪，虽然是淡季啊，但是这个南山市啊，游客还是这么多呀。离景区好远呢，这个车就已经排队了。这边还有领路的。我记得以前冬天来的时候啊，车呢可以直接停在景区的门口。现在呢是3月份，虽然不是旺季，但是我们还是把车停了好远好远呢。我们看全都是旅行团的大巴车。因为在三亚这个地方啊，虽然景点非常多，但是南山文化旅游区呢，也就是南山市，尤其是这个海上观音，是所有游客必打卡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看这种旅行团标志的小红旗，来跟紧了，跟紧了。虽然人不少啊，但是南山市这个景区呢非常的大，除了停车场以外啊，进到景区里边呢，感觉还好吧。今天三亚的温度啊是28度，新宝也是穿得很凉快啊。新宝，我看看你今天的发型。哦，走吧。三亚的南山文化旅游区啊，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，位于三亚市城区西南的40公里。这儿呢也是中国最南端的山。人们常说的福如东海，指的就是大东海。而寿比南山指的就是这里。景区内啊还有南山市观音文化院、天竺圣迹等景区，另外还有一座108米高的海上观音，也是世界闻名。这里啊是需要购买门票的啊，成人旺季的时候呢是150元，淡季呢是126元。因为里面景区非常大啊，这里还有独立的电瓶车，是30块钱一个人。我看这儿写的还有包车服务啊，价钱是我的天，700元1个小时。如果在这参观一上午，景区里边如果徒步走的话，大概是14公里，所以这30块钱的电瓶车费用啊，还是非常的值的。毕竟我们省下来的时间呢，可以去其他的景点。我们看远处啊，就是非常雄伟壮观的海上观音，也被誉为世界级的佛寺工程。因为距离观音脚下呀还是有一段距离，我们又换成了一辆10块钱的电瓶车啊。这10块钱我感觉花的是真值啊，因为这条路不但很长，而且很晒啊，一点遮挡物都没有啊。新宝啊，你看这儿的大海是不是比昨天的大东海还蓝呢？在海上观音的脚下，这里是可以上香的，而且这里呢是有免费的香，大家可以自己去领取。如果我们是在白天的情况下乘坐航班来到三亚，在降落在凤凰机场之前呢，在飞机上呢就会看到这尊壮观的海上观音像。这尊佛像啊高108米，工程历时了6载，于2025年4月15日建成。这尊海上观音像啊为正观音的一体化3尊造型，分为东西北3面像。3面观音的手中啊分别持莲、持珠、持切，各有不同的寓意。持珠啊代表慈悲，持莲代表清净，持切代表智慧。我们站在南海观音像面前啊，可以感受到非常的雄伟壮观。佛像的身下呀镶有108颗佛珠，象征着我们人间的108种苦难，也表示着佛教能保佑众生。而且这里呢祈福也是很灵验的啊。当年呢我就是在这里求送子观音，
愿我有缘得观音菩萨保佑。1年之后啊，新宝的妈妈为我生下了如今的新宝，所以我们一家3口啊，今天特意来到了南山寺南海观音像前还愿，同时啊，也再次祈求观音菩萨能够保佑我们全家平安幸福、健康快乐，同时呢，也保佑众生除灾除难、增福增寿、一生平安。其实，在观音像内啊，还有一座圆通宝殿，面积啊达到了15000平，也是非常的庄严和壮观啊。里边呢还供奉着99999尊佛像，里边的8根金刚护法柱呢，也是承载了观音像的整个重量。这是一棵木瓜树吧？啊，木瓜还没有成熟啊。我们还可以继续乘着电瓶车来观赏其他的景点啊。这个景区里边呢，还有人王殿、大雄宝殿、东西配殿、钟鼓楼等等。每一站呢都是可以下车的。因为带着新宝啊，所以我们就有选择的进行参观吧。这里呢，真的可以称为是三亚旅游最火爆的景区啊。但是说实话，我个人的评价啊，这里的商业气息呢有点过于浓重了，到处都是收费的项目，而且价格呢也偏高。好了，前前后后我们大概逛了有3-4个小时吧。这一趟佛教之旅呢，我们还是受益匪浅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也祝愿自己和大家所有人健康平安、快乐吉祥。从景区出来呀，我们又是走了好远好远呐，来到了临时的停车场求我们的车。但是这台车呀很不争气啊，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啊，这个水箱呢开锅了。我在旁边的景区啊买了4瓶矿泉水加进去了，10块钱1瓶啊，这给我心疼的。我记得上次遇到这种情况啊，还是一台7手的夏利。哎呀，真对不起这个 BMW 啊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